昨天又见，今天又见，我们天天相见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伟哥。把鸡蛋液倒入洋葱里面，稍微搅拌一下。没想到这么的好吃，很多人都没有这样吃过。洋葱最好是选这种紫皮的洋葱，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，里面的钾离子、维生素含量都非常高，含有丰富的花青素。我们多吃一点这样的洋葱，对身体的好处还是非常多的。把洋葱清洗干净之后，去掉头尾，然后再把它对半切开。我们切洋葱的时候，会经常被熏得流眼泪。今天教你轻松化解。把切好的洋葱放到大一点的碗中，再加入1勺食盐，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洋葱，然后用手搅拌一下，让食盐化开。放到食盐水里面浸泡5分钟备用。接下来，准备一个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胡萝卜，用削皮器削去外皮。胡萝卜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，多吃一点胡萝卜对身体有好处。去皮之后，把胡萝卜清洗干净，然后用刀切成厚厚的薄片。然后再改刀切成细丝，搭配一点胡萝卜，口感更加丰富。最后再改刀切成小碎丁。切好以后装在碗中备用。下面准备2个青椒，切去头尾，再把它对半切开，去掉里面的辣椒籽。然后再把青椒切成细丝，最后也同样切成小碎丁。切好之后和胡萝卜丁放在一起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苹果，往苹果上面加入一些食盐，再用手抓一把食盐在苹果皮上搓一搓，因为苹果皮是非常有营养的，千万不要把它削掉了。搓好之后再倒入干净的清水，把苹果清洗干净。我们平时在吃苹果的时候，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清洗。把洗干净的苹果放在菜板上，把苹果切成薄片，里面的苹果籽不能吃，也要用手将它摘干净。接下来把苹果先切成细丝，最后再切成小碎丁。宣布切好之后，把它放在碗中备用。现在的洋葱也泡好了，我们把它也切成细丝。用盐水浸泡过的洋葱，切起来就不会辣眼泪了。最后再把洋葱也切成小碎丁，这样就不会被误认为做饭的时候偷偷流眼泪了。洋葱全部切好之后放在碗中备用。下面再准备一个洋葱，把它切成厚一点的洋葱圈。然后再把洋葱圈这样一个一个的掰下来，掰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准备几个母鸡蛋，打入碗中，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散。在这里要多搅拌一会，让鸡蛋液充分的搅匀，然后放一盘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碗，把切好的小丁全部都倒进大碗中，萝卜丁和葱、苹果丁、洋葱丁，然后把搅散的鸡蛋倒入洋葱里面，再往里面加入1小勺食盐，倒一些胡椒粉去腥增香，1勺生抽，1勺蚝油提鲜，然后用汤匙把它搅拌均匀。水里面所有的食材都能均匀地裹上一层鸡蛋液。搅拌均匀以后，再加入1勺土豆淀粉、玉米淀粉也可以，再往里面加入1大勺的面粉，然后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搅拌至没有看到干面粉就差不多，像这样粘稠的菜糊状就可以。接下来在锅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油，
用黄色的小刷子把油刷均匀，再把洋葱圈一个一个的放进来。如果一锅放不下，可以做2锅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您都看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就借您的发财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转发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再把洋葱糊慢慢的倒进来，像这样把每个洋葱圈都贴满。把洋葱糊填入圈圈，填入7、8分，刚刚好。在表面撒上一些黑芝麻，既可以增香，又可以点缀。先把底下这一面煎至定型，差不多3分钟之后，我们用铲子翻过来煎另一面，把另一面也煎至金黄酥脆，差不多也是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在这里一定要开小火慢煎，如果火太大，外面烧焦了，里面却还没有熟，吃了会拉肚子。所以为何需要用小火慢煎？同样也撒上一点黑芝麻点缀。哇，现在很香了，整个厨房都充满着迷人的香味。像这样煎至2面都金黄，我们的洋葱鸡蛋饼就可以出锅了。这样做出来看上去就非常的有食欲，闻起来也特别的香。2面都煎至金黄之后，再将它夹出来放在碗中就可以开吃了。这样做出来的洋葱饼里面加了鸡蛋，又有蛋香。剩下的面糊，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将它再煎一遍。这样做的洋葱鸡蛋饼方法非常的简单，里面不仅加了洋葱，还有胡萝卜、苹果、鸡蛋，食材都是易购买到，营养特别丰富，外酥里嫩，咬一口满嘴留香。以后洋葱买回家不要只知道炒着吃了，像我这样做一个洋葱鸡蛋饼，不管是大人和小孩都特别喜欢吃。虽然是油煎的，但是一点也不吸油，不管是作为早餐或者是点心，小孩子都特别爱吃。如果你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，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帮忙给我点个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？下个视频中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